它是把100瓦跑满的极客充电器，散热好，协议全，输出稳，电能干净，代价就是外壳热一点，但换来的是内部更稳和持续的输出。怕热就别碰，追求性能就别犹豫。哥们，大家好啊！它来了，它不是体积最小的，却是近期最让人期待的；它不是品牌声量最大的，但却在极客圈炸出来一片叫好声。这就是酷莱科推出的10号 Ultra 多口充电器，不仅搭载了高功率智能分配算法，还塞下了米家 APP 远程控制的万向显示屏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它到底能不能真正跑满标称功率？多口输出会不会掉速？屏幕显示是否适时？文波抑制、温升控制、协议兼容又表现如何？本期就来带大家深入测试这款备受关注的性能旗舰派，看它是不是真材实料，还是视觉盛宴。测试完我们再猜，有料的留在拆解篇继续讲。咱们话不多说，先开箱看外观。这款10 Ultra 的充电器外包装盒还是一如既往的全黑色的色调啊，酷莱科经典的蓝色标识，这是充电器的实拍图片，内部带有数据线的标识，背面则是充电场景图片，底部是规格信息、条码信息。我们直接打开包装盒吧。内部还有一层内衬的盒子，编织的 CC 线，现在标识是6安的，一本多国语言的用户指南。充电器本体装在一个环保的袋子里面，第一感觉确实是非常不错的啊。整体的配色就是深空灰加上黑色的配色，底部黑色部分有条纹处理，搭配了蓝色的线条，这是经典的酷莱科设计元素啊。蓝色的经典酷莱科 logo， 10号 Ultra 的标识。充电口部分也是做了条纹处理，一共4个充电口，3个 C 口，1个 A 口，2个 C 口内部舌片为蓝色，这2个为大功率充电口，底部2个充电口为黑色的舌片，这2个应该配置的是小功率的充电口。底部这一部分为镀铬材料的一个装饰，上面有酷莱科的 logo。底部的屏幕部分上面有一张膜，我们把它撕掉，上面是亮面的透明塑料啊。这个凹进去部分为隐藏式按键。充电器为折叠插脚的设计，它为新国标的设计啊，上面有一半的绝缘的防触电保护。充电器连数据线连包装盒一起的重量294克，去掉包装盒重量256.5克，这一根线材26.8克，单充电头本体229.5克。现在的直径为4毫米 ，Type C 口护套的宽度12毫米，厚度6毫米，护套的高度为23毫米，线材的长度为1米多了22毫米。线材编织网的细节给大家展示一下。充电器本体的宽度为75.5毫米，高度为66.5毫米，连插脚的高度为82.5毫米，整个充电器的厚度为33毫米。给大家欣赏一下这个酷莱科10号 Ultra 的精致的外观，然后我们再进入测试环节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充电器的规格信息。酷莱科10号超级电能充 Ultra 充电器，产品型号 AD1204U， 制造商南京酷莱科技术有限公司，输入规格是100至130伏，200至240伏，它也是全球电压的啊。输出规格它有2种，一种是公版协议，最高支持到20伏5安的100瓦，还有一种是私有协议的20伏6安，最高120瓦。C3 口输出最高功率44瓦，A 口输出最高功率33瓦。多口输出，第2种模式是私有协议，最高120瓦。第1种模式是公版协议，最高110瓦。这上面是认证信息，非热带地区使用，海拔小于2000米地区使用，3C 认证，室内使用，双路绝缘。3C 认证信息咱们放在屏幕上，有需要的可以截图。这个是充电器屏幕亮起的状态，这上面是酷莱科10号 Ultra 的标识，总功率的标识， C1 口的功率、电压、电流， C2 口、C3 口和 A 口同时显示在一个屏幕上，轻点功能按键就可以切换界面。这个是充电器的温度检测界面。
这个是蓝牙连接状态的界面，再点一下屏幕就关闭了。长按的话就是切换屏幕显示方向。屏幕怎么显示？大家自己设置啊。这个界面是充电器接入米家的状态，我用手机已经把它连上去了。这里可以看到场景模式有 AI 智能、数码生态、极速单充模式、均衡输出模式，一共有4种模式啊。我们测试的话以 AI 智能模式为主。每一种模式功率是怎么样分配的，它都有详细的介绍。每一个充电口的关闭时间都可以单独设置。这个选项是 USB-A 口的小电流模式，自己可以根据需要把它打开。总功率显示界面、功率曲线显示界面，最下面就是功率占比的一个界面。当然，这个 APP 里面还有很多的功能，需要大家自己去摸索。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4个充电口所支持的快充协议的情况。首先，这是 Type-C 一口的协议。第一个就是 UFCS 融合快充，这个融合快充的功率是60瓦。第二个是 PD 3.0 100瓦，小米私有协议的120瓦。PD 3.0 点进去，固定档位5个，最高20伏5安100瓦。PPS 档位2个，一个5至11伏6安，另一个是5至20伏6安，这个 PPS 非常给力啊。然后 DCP 和 Apple 2.4两个基础协议，这个是 Type-C 2口协议检测出来的样子，跟 Type-C 1口一模一样啊，包括 PD 3.0 里面的 PPS 都是一样的。这是充电器 Type-C 3口检测出来的协议，非常的丰富。第一个就是融合快充44瓦，高通 QC 3.0 5伏9伏12伏3.6至12伏，华为 FCP 的18瓦，华为 SCP 的25瓦，三星 AFC 的24瓦，PD 3.0 30瓦，固定档位5个，最高15伏2安30瓦，PPS 5至11伏3安33瓦的 PPS，DCP Apple 2.4两个基础协议。这是充电器 USB-A 口所支持的协议啊，跟 C3 口安卓部分的协议是一样的，只是这个融合快充的功率变成了33瓦，然后少了 PD 的协议，其他的都是一样的。我们现在就是来验证这个10号 Ultra 它的快充兼容性。测试之前，咱们到米家里面把 C1 和 C2 口两个60瓦的融合快充给它关掉。在当前这个60瓦的融合快充它是没有应用场景的，保留在充电头上会影响 PPS 的握手，所以我选择把它关闭掉，保留 C3 口和 A 口的融合快充就可以了。首先是华为和荣耀的快充兼容性，如果是华为手机的话， C1 口和 C2 口大家就不要用了啊。因为没有 SCP 的协议，这个功率会很低，直接切换到 C3 口可以启动超级快充。华为的 22.5 瓦的公开版协议是可以直接用的，真实功率可以跑到20瓦左右。A 口同样是超级快充，真实功率也是20瓦左右。对于华为手机来说，这个很不错的功率了啊。这部手机为荣耀100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功率有多高。Type-C 一口启动 Max 100瓦，可以开启极速模式，然后真实的功率一直在攀升，最高的真实功率攀升到70瓦左右，现在稳定在67瓦左右。C2 口跟 C1 口也是一样的100瓦的功率，然后 C3 口和 A 口就是走的华为的公开版的 22.5 瓦协议。这一部手机为蓝厂的 NEO10， 它也可以支持100瓦的 PPS。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充电效果，超快充电已经显示了啊，功率还在攀升中，最高功率已经攀升到70瓦左右。Type-C 2口我们来看一下，同样这边超快充电已经启动，真实功率已经跑到76瓦，大家看一下77瓦，功率非常高啊，这就是 PPS 100瓦的充电效果。对于蓝厂的设备，还有 C 口和 A 口的融合快充还可以用，所以说现阶段蓝厂的手机是最不挑充电器的。这部手机为绿厂的一台新款手机，我们看看 PPS 有没有啊？直接可以启动超级闪充，有 PPS 的协议啊，最高功率可以跑到35瓦左右，这个功率就已经很高了啊。绿厂的新款的手机应该也是开始慢慢的在放开 PPS 了。C2 口一样的也是超级闪充，功率也可以跑到35、6瓦。C3 口和 A 口有融合快充，它是更加可以支持的44瓦和33瓦。绿厂的设备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一加的手机就只能用 C3 口和 A 口，因为一加手机目前还没有开放 PPS。这部手机是三星 Note 10加，我们看一下能不能启动三星的快充 2.0， 超快充电 2.0 呢，真实功率可以跑到29瓦左右。C2 口也是超快充电 2.0， 这个功率也是在29瓦左右。如果是新款手机，功率会更高一点。我们现在做的测试，手机实际充电的数据采集。酷泰哥属于米家生态链的企业，它对米家的手机支持肯定是100%的。这个充电器的120瓦标注的就是米家的120瓦充电协议。
我们就不采集这个小米的私有协议的充电数据了啊，这个网上有很多。我们主要是采集荣耀和 vivo 的2款100瓦 PBS 的充电数据。首先是这一台荣耀100手机，目前它的电量还有 3%， 我们直接充电采集数据。这部荣耀手机充电已完成，我们来看一下充电曲线图。前面7分钟是它的高功率爬升阶段和降功率阶段，最高功率是75瓦左右，持续了40秒钟，后面降到63瓦功率，持续了30秒，53瓦功率持续了1分半钟，47瓦功率也是1分半钟，然后功率就调整为24瓦的功率，一直在充电，充到最后 90%， 逐渐的下降功率，直到充满电。这个手机从 3% 的电充到100的电，一共花了47分钟。充电速度非常的快，而且这个曲线图走得非常的标准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充电温度啊，采集线采到充电器表面最高温度是 56.7 度，测试的时候我们室内温度27摄氏度。这部手机为 iQOO 的 Neo10， 目前的电量还有 1%， 我们直接充电采集数据。这部 iQOO 手机充电已完成，我们来看一下充电曲线图啊。最高的功率啊，充到接近80瓦的功率啊，也就仅仅一个峰值功率而已。后面就降到70瓦的功率，持续了20秒钟，降到45瓦功率也是20秒钟，然后再升到55瓦左右的功率，充了3分钟时间。后面的功率就是40瓦左右的功率一直在充电啊。这个中间有一个凹槽，凹槽的最低点功率是28瓦，充到 90%， 电压就从18伏降为9伏的电压。整个完整的充电时间从 1% 到 100%， 一共花了42分钟时间，这个充电速度也是非常快的。这就是蓝厂的100瓦 PBS 充电的效果。我们来看一下温度，从这个手机最高的温度在54摄氏度左右，测试的时候我们室内温度还是27度左右。这部手机为绿厂的一部手机，我们用它来采集一个融合快充的充电曲线图。目前这个手机的电量还有 16%， 我们直接开始充电。这部绿厂手机充电已完成，我们来看一下充电曲线图。融合快充的曲线啊，20多瓦的功率，起始功率是26瓦，充到 85% 的功率27瓦，然后逐渐的下降功率，充到 95%， 电压从9伏降到5伏的基础功率进行涓流充电。完整的充电时间是1小时04分钟，20多瓦的功率，这个速度还算是可以的。我们再来看一下温度啊，这个功率的话，温度 47.8 摄氏度，测试的时候我们室内的温度还是27度左右。这一部手机为苹果15，我们来看一下10 Ultra 给苹果手机充电的曲线是不是标准的。目前这个手机的电量还有 2%， 我们直接开始充电。这部苹果手机已经充到96个电了，我们来看充电的曲线图。曲线图走的还算是标准的啊。第一阶段是20瓦的功率，持续了17分钟；第二阶段16瓦左右的功率，持续了6-7分钟时间；后面是11瓦的功率，持续了5分钟；6瓦的功率持续了1-2分钟，然后充到 80%， 降为5伏的基础功率涓流充电。这个手机从 2% 的电充到80的电，一共花了48分钟，这个充电时间也是标准的。我们来看一下温度啊。充苹果手机最高的温度是在43摄氏度左右，测试的时候我们室内温度26度左右。我们现在做的测试就是来对这个10 Ultra 进行烤机测试，看看它的长时间输出能力怎么样。100瓦和65瓦两个功率段我们都要测试。100瓦输出的时候，充电器本身显示的是 102.5 瓦，我们这个仪表显示的是 96.99， 也就是97瓦，5瓦的损耗应该就是线损。这是这个酷派克10 Ultra 第一次100瓦烤机已经停止了啊！我们来看一下充电曲线图。97瓦的真实功率输出，持续了44分钟就关断了输出。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温度，采集线采到它的最高温度为 68.5 摄氏度。咱们用热像仪采集到它表面的温度最高的时候为74摄氏度，这个时候充电口温度为83摄氏度，这个过温保护应该是在90摄氏度左右。这个100瓦能够持续44分钟，应付笔记本的动态负载完全够用。这是这一个10 Ultra 第二次100瓦输出，大家看一下充电曲线图啊。97瓦的真实功率，足足的2个小时，到现在还没有停，只加了一个这样的风扇，就可以让它拥有2小时100瓦输出能力。加一个风扇，它的温度就一直控制在46摄氏度左右。这个测试说明这个充电器它内部的散热是做的是非常好的啊，只需要一个风扇就可以让它拥有长时间的满功率输出能力。现在是这个10 Ultra 65瓦功率输出的状态，充电头本身显示的功率是 66.3 瓦。这边仪表显示的是 63.9， 也就是64瓦，大概2瓦多的功率损耗，它是线损造成的啊。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，已经足足运行了接近1小时40分钟，温度趋于稳定了，我才停下来。
用这个采集线采到它表面最高的温度为64摄氏度，用热像仪来采集表面的温度为68.3摄氏度，充电口部分的温度为78摄氏度。65瓦的功率对这个充电器是没有任何压力的，它可以长时间稳定的输出。从这个10 Ultra 的烤机测试我们可以看到，这一个充电器并没有做限制啊，满功率100瓦是可以长时间输出的。这个温控阈值设的是非常高的，但是它这个散热是做得非常好的，也有可能是散热做得太好了，在低功率输出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感到这个表面比一般的充电器要稍微高那么一点点，这个是很正常的啊，后续拆解大家就知道了。现在酷莱克的产品好像都是自带的这一根编织的6安线，我们现在对这个线材它的基础数据做一个测试。这次测试出来线材内部的 eMarker 信息，被动型数据线方案是用的直米50伏5安240瓦，速率规格为 USB 2.0。下面则是线材的版本信息，这一个线材的线阻为115毫欧，1米长的线，这个成绩的话中规中矩啊。关于这一根线材的压降值，我们就测9伏和15伏2个电压档位就可以了。电流的话测1安和3安，现在则是9伏1安的情况，压降值大约是 0.12 伏的样子。9伏3安的压降值大约是 0.35 伏的样子，15伏1安的压降值也是 0.12 伏，15伏3安的压降值也是 0.35 伏的样子啊。20伏 3.25 安65瓦功率，这边65瓦，这边输出就是64瓦，损失功率约1瓦。100瓦功率输出的时候，这边是100瓦输出，这边的话就是97瓦，损失功率约3瓦。你们在评论区说的这个充电器有打火的现象，我用插头刚才试了几遍都没有发现很严重的打火现象啊，这有可能是你们自己使用的插座的原因吧。我们现在做的就是把这个充电器的多口功率分配把它测试一下。具体的功率分配的话，它 APP 里面有好几种模式，这个需要自己去摸索。我们主要是看这个多口使用的时候，它会不会有断连的情况。首先是双口功率分配 C1 和 C2 口的情况。C1 口我们启动了100瓦，我们接上 C2 口。没有断连，功率调整到70瓦，这边的功率就是44瓦，总功率是110瓦的样子。拔掉 C2 口 ，C1 口也不会断连，功率迅速调回100瓦。我们再来看 C1 口加 C3 口的情况 ，C1 口启动100瓦，我们再接上 C3 口，不会断连，迅速调整到70瓦 ，C1 口 ，C3 口就启动30瓦的功率。C2 加 C3 的情况跟 C1 加 C3 的情况是一模一样的。我们再来看 C1 口加 A 口的情况 ，C1 口我们启动100瓦功率。这个时候我们接上 A 口，没有断连，它功率会重新调整一下。A 口的话就是走的20瓦的功率，我们拔掉 A 口，还是会重新调整一下功率啊。C2 口跟 A 口同时使用，跟 C1 口跟 A 口同时使用是一样的情况。我们再看一下 C3 口和 A 口一起使用的情况啊。C3 口启动 PD 30瓦的功率，这个时候我们接上 A 口。迅速的归零，变成5伏的基础功率，证明 C3 口和 A 口它是同一路降压模块，同时使用它就是5伏的基础功率。我们现在来看3个充电口同时使用的情况。C1 口我们先启动100瓦功率，我们接上 C2 口，瞬间调整功率啊，调整到70瓦的功率。这个时候我们接上 C3 口，C1 口调整功率调得很快啊，变成45瓦。C2 口纹丝不动 ，C3 口就是走的20瓦，拔掉 C3 口。C2 口变成了70瓦的功率。这一次我们 C1 加 C2 还是70瓦加40瓦的时候，我们接上 A 口，还是 C1 口迅速的调整为45瓦 ，A 口的话还是走的20瓦，总功率还是在110瓦。这个时候我们拔掉 A 口，跟刚刚一样的啊 ，C2 口变成了70瓦 ，C1 口的话还是45瓦。我们再来看4个充电口同时使用 ，C1 口先启动100瓦，接上 C2 口。C1 口迅速调整为70瓦，没有断连。我们再接上 C3 口 ，C1 口迅速变成45瓦，没有断连。这个时候我们接上 A 口 ，C1、C2 纹丝不动 ，C3 口迅速调整为基础功率。4个充电口一起，总功率还是在110瓦左右。这就是酷莱克10 Ultra 它的多口功率分配的情况，基本上没有出现断连的情况啊，它都是迅速的调整功率。调整功率的时候，仪表并没有熄灭，也没有出现归零的情况。这个10 Ultra 前面的基础数据都测试完了，表现还是非常好的啊。现在就是涉及到它的专业数据的测试。首先是能量转换效率的情况，110伏60赫兹的状态
这个充电器在亮屏的时候，它的待机功耗约为 1.1 瓦的样子。咱们把屏幕熄掉，经过10多分钟的测试，它的待机功耗约为 0.5 瓦。15瓦功率的时候，110伏输出 18.96， 也就是19瓦。这边直流输出 14.5 瓦，折算转换效率 76%。27瓦功率的时候，110伏输出 31.9 瓦，这边直流输出 26.2 瓦，折算转换效率 82%。36瓦功率的时候，110伏输出 41.8 瓦，这边直流输出 35.2 瓦，折算转换效率 84%。45瓦功率的时候，110伏输出 51.4 瓦，这边直流输出 44.2 瓦，折算转换效率 86%。60瓦功率的时候，110伏输出 67.2 瓦，这边直流输出 59.2 瓦，折算转换效率 88%。100瓦功率，110伏输出 111.4 瓦，这边直流输出 97.6 瓦，折算转换效率还是 88%。现在是国内的220伏50赫兹的状态，插电亮屏的时候，它的待机功耗约为 1.3 瓦的样子。咱们把屏幕熄灭掉，经过10几分钟的测试，它的综合平均待机功耗约为 0.7 瓦的样子。15瓦功率的时候，220伏输出 19.2 瓦，这边直流输出 14.5 瓦，折算转换效率 76%。27瓦功率的时候，220伏输出 31.96， 也就是32瓦，这边直流输出 26.2 瓦，折算转换效率 82%。36瓦功率的时候，220伏输出 41.3 瓦，这边直流输出 35.2 瓦，折算转换效率 85%。45瓦功率的时候，220伏输出 50.7 瓦，这边直流输出 44.2 瓦，折算转换效率 87%。60瓦功率的时候，220伏输出 67.1 瓦，这边直流输出 59.2 瓦，折算转换效率 88%。100瓦功率的时候，220伏输出 109.9 瓦，这边直流输出 97.6 瓦，折算转换效率 89%。这个酷莱克10 Ultra 它的文波表现会怎么样？是不是一如既往的表现跟酷莱克其他产品一样非常极品？我们拭目以待啊！这个也是各位老铁们最想看的数据。4个充电口我们全部来测一遍。首先是 Type-C 一口，为了让大家看到文波的整个形态，我们的延时分辨率还是在1毫秒。15瓦功率的时候，文波最高 34.1 毫伏，平均文波 30.9 毫伏左右。27瓦功率的时候，文波最高 43.3 毫伏，平均文波 39.5 毫伏左右。36瓦功率的时候，文波最高 58.5 毫伏，平均文波 50.1 毫伏左右。45瓦功率的时候，文波最高 55.97， 也就是56毫伏，平均文波 47.7 毫伏左右。60瓦文波最高的时候 48.4 毫伏，平均文波 36.9 毫伏左右。100瓦功率的时候，文波最高 45.2 毫伏，平均文波 35.1 毫伏左右。我们现在测试 C 2口的文波，15瓦功率的时候，文波最高 36.95， 也就是37毫伏，平均文波 34 毫伏左右。27瓦功率的时候，文波最高 49.5 毫伏，平均文波 44.4 毫伏左右。36瓦功率的时候，文波最高 51.5 毫伏，平均文波 46.2 毫伏左右。45瓦功率的时候，文波最高 49.3 毫伏，平均文波 43.5 毫伏左右。60瓦功率的时候，文波最高 42.3 毫伏，平均文波 32.5 毫伏左右。100瓦功率的时候，文波最高 43.2 毫伏，平均文波 33.3 毫伏左右。我们现在测试 C 3口文波，15瓦功率的时候，文波最高 46.6 毫伏，平均文波 41.3 毫伏左右。27瓦功率的时候，文波最高 56.5 毫伏，平均文波 53.4 毫伏左右。12伏30瓦功率，文波最高的时候 54.98， 也就是55毫伏，平均文波 50.6 毫伏左右。15伏2安也是30瓦功率，文波最高的时候 46.8 毫伏，平均文波44毫伏左右。我们现在测试 USB A 口文波，15瓦功率的时候，文波最高 39.8 毫伏，平均文波 36.3 毫伏左右。18瓦功率的时候，文波最高 44.6 毫伏，平均文波 41.9 毫伏左右。12伏单位的18瓦功率，文波最高 44.2 毫伏，平均文波 40.5 毫伏左右。这个文波水平还是延续了酷莱克一贯的极品的水平啊，文波表现非常的不错。这次酷莱克10 Ultra 延续了他家在协议兼容上的传统强项，荣耀100瓦、vivo 100瓦融合快充全部在合规的前提下吃满。PPS 100瓦时充表现也很稳，单口100瓦满载连续输出44分钟才触发过温保护，这已经足以覆盖100瓦功率段的
大多数的笔记本应用场景。最关键的是，加个小风扇就能让它持久100瓦恒功率运行，表面的温度还可以压到40多度，性能释放非常的发烧派。效率和电能质量方面同样可圈可点，整机的 AC-DC-DC 的平均转换效率约为84%，有一点点偏低。PFC 功率因素在2种试电的电压下都没有针对性的取巧，60瓦工况都能到约 0.95 的功率因素值，对电网更友好，而且输出文波维持酷派克一贯的水准，全程没有超过60毫伏，这对敏感的设备尤其是非常友好的。这样极品的文波，手机、平板、轻薄本都能吃到干净的电能。还有就是需要客观的说明2点：第一，中低功率段的壳体表面温度相较市面同级产品它会偏高一些，这与酷派克紫铜片加大面积的导热胶这种外热策略有关。它选择把热快速的导到外壳，以换取内部器件更安全，负载更加稳。换句话说，手感热不等于设计差，这是工程取舍。第二就是关于插头拔插打火的网络反馈，我多轮实测并没有复现。理论上，任何高功率设备在非过零点插入、接触不良或者是待载热拔插时，都可能出现瞬时的电弧，但在规范的拔插和合格的插座下，这款并不存在可复现的通病。以上2点我们会在后续的拆解篇里面结合内部的散热布局、安规浪涌抑制与 EMI 前端做进一步验证。一句话总结它是把100瓦跑满的极客充电器，散热好，协议全，输出稳，电能干净，代价就是外壳热一点，但换来的是内部更稳和持续的输出。怕热就别碰，追求性能就别犹豫。测试为了了解，拆是为了真相，认真测拆，客观输出。我是李火车拆，非常感谢各位老铁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，有你们的陪伴，才有我一直拆下去的动力。这期视频谢谢大家观看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